水夹子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真的了解水夹子吗？对于这个神奇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是什么味道？本期视频大揭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咱们整一期水夹子啊。水夹子也称水蜈蚣，但指的并不是爬沙虫那个水蜈蚣啊，其实它就是龙虱的幼虫。龙虱我们以前讲过了啊，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考古以前的视频。本期的抛词一题，我们是要了解一下龙虱的幼虫阶段，探其结构，品其味。水夹子是一个非常凶猛残暴的水生诱食性昆虫，绝对是顶级猎手。它的头部长有一对镰刀状而且特别锋利的大颚，因形似夹子，故称之为水夹子。这对大颚为管状结构，捕食的时候先将大颚张开，然后迅速将猎物夹住，大颚便会刺入到猎物体内，同时通过大颚中空的管道向猎物体内注入具有麻痹功能的毒液，先将猎物干迷糊，再注入消化液，使猎物溶解成汁水。水夹子通过咽部具有抽吸功能的咽泵，将猎物的汁水吸入到体内，最后猎物将变成一具干尸被丢弃。它的下颚已退化，但仍保留了一对下颚须，大颚的两侧为主触须，里面一对短的为下唇须，在头部两侧分别长有6只单眼。它的身体由11个体节组成，前3节为胸部，在每个胸节上各长有一对部足，后8节为腹部，其中第8腹节特化成了管状，形成尾节，尾节的下方长有一对尾须，上方是它的小屁屁，在它的身体两侧分布有黑色的斑点，这是它的气门，一共有9对，气门是有说道的，中胸的1对和腹部的7对都属于封闭式气门，没有呼吸功能，因为在水中无法接触到空气，只是个摆设，只有到了化蛹的时候，气门才会开启。那么水夹子在水里是如何呼吸的呢？其实在它的尾部长有一对呼吸口，位于小屁屁两侧，是由第9对气门特化而来，为开放式。呼吸的时候，水夹子会游向水面，呼吸口周围会分泌疏水性的油性物质，这种物质会打破水面的表面张力，从而吸取空气中的氧气。通过解剖，我们发现在它的身体两侧长有2条黑色的囊状部位，囊壁很薄很脆弱，这些部位就是由螺旋式结构的气管膨大而形成的，是存储氧气的气囊。放大看，每条气囊都是由8个椭圆形的小气囊相连而成，这就相当于水夹子携带了16个氧气瓶，可以在水中潜水很长时间，氧气通过分支的支气管进入到全身来完成呼吸。这就是水夹子即使没有鳃也能在水中很长时间的原因所在。它的肌肉很发达，这些透明状的部位都是它的肌肉，白色的部位是脂肪体，是为后期发育存储的营养物。身体的中间有一条肠道，前端为中肠，靠近尾部的为后肠，在中后肠的交接处着生的褐色的马氏管。心脏位于背部中线，呈条形结构。以上就是水夹子的基本特征，结构还是相对简单。重点来了，这玩意儿怎么做才嘎嘎好吃呢？我给你们用东北炸神仙的方法做一个啊，买来就是这种冻的啊，不用解冻，直接炸。炸到没有水汽，不再冒泡的时候，调小火，然后浇点凉水，降一下油温，再轻炸一会儿至金黄色。这种炸法皮会更酥脆，而且不容易糊。把油控净，撒盐、味素，翻拌均匀。把准备好的蒜末、葱花、香菜段一起搞里，这就 KO 了啊！来，开始码味儿。闻起来绝了啊！不仅有葱香，还有那个蒜香、葱香和香菜的清香，4种香气层次分明。南方小金豆们肯定没这么做过啊！来，咱们尝一下啊！奢侈，已经炸得很酥脆了，咸淡相应，既有蚂蚱的口感，又有蚕蛹的香度，香气得得的啊！它里面脂肪体的含量还是很高的，肉感也很足，而且没有不能吃的地方，肠子也很干净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吃起来就停不下来呀，绝了啊！非常不错的虫类美食啊！再舀一勺啊，给大头尝一下。哎呦，嘎嘎香啊，绝了啊！太过瘾了，这味道太是那个了。过年大鱼大肉吃腻了，哎，
整点这个小虫虫，非常不错。我觉得水夹子每个人都能接受吧。好了，今天实施很成功啊！完了，咱们这期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大蜘蛛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们真的了解蜘蛛吗？对于这个古老而神秘的生物都有哪些特别之处？究竟好不好吃？本期视频咱们就好好的盘盘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你们催更的蜘蛛来了啊！说起蜘蛛，可能有些小伙伴会感觉到害怕，别怕啊，怕呀，说明你们还不够了解它。只要了解透了，你们会对蜘蛛有一个全新的认知。我桌面上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品种。这个是呆萌可爱的小跳蛛，长得那是雨润红丝雕啊！来给大家跳一个，非常的卡哇伊啊！这个是大腹圆蛛，可爱装饰了。我们小时候套的那个马铃网就是它的杰作。白额高脚蛛，蟑螂的克星，跑得老快了。这个是幽灵蛛，家里边的常见种，任何角落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这些蜘蛛与人类都能和谐相处，不会伤害人的啊！现在已知的蜘蛛有5万多种，不能全讲啊，讲一辈子讲不完。所以我选了一个每个人都爱看的布鸟蛛作为主角。我将用特写的镜头全方位的展示蜘蛛的神秘部位。本期视频又是一期抛吃一体啊！我这还有一袋食用蜘蛛准备是要吃的。这几个大的呢，一会儿就抛了。制作这期视频费老劲了，不求3连投币只要大家能够把视频看完，对我就是最大的支持。来，开整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部结构。它的身体分为头胸部与腹部。头胸部的背甲为基丁质外壳，背甲上分布一些放射钩。眼睛长在背甲前端，一共有8只，为单眼结构。不同蜘蛛眼睛的个数与分布的位置都是不同的。眼睛最好看的当属跳蛛了，可以说是大家的梦中情蛛。它浑身都长有毛毛，毛毛是蜘蛛的重要感觉器官。在一些捕鸟蛛中，腹部上会长有蛰毛，也是它的防身武器。当它感知有敌人威胁时，就会用后腿踢毛，这些蛰毛会攻击对方的眼睛，所以捕鸟蛛也很好辨认。它踢毛偏要在一个地方踢得像割腰似的，谁认不出来呀？来，注意看，在腹部的背上有一条黑色的斑纹，这个就是它的心脏所在位。心脏周围还分布4个小黑点儿，这个点儿是它的基板。在腹部末端有一对像触角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并不是触角这是它的仿器。大部分的游猎型蜘蛛都有4个仿器，还有2个短的在上方，中间那个不是仿器那是它的小屁屁。如果是结网型的蜘蛛，比如大腹圆蛛，会有6个仿器。把这个仿器取下来给大家放大看一眼。这些像毛毛一样的东西并不是毛毛，而是它的防管。蛛丝就是从这些防管里面喷出来的，仿器里面装的都是丝线体。你们能看到蛛丝吗？老细了，它的蛛丝主要是为了虚窝用，不具粘性，强度不高。但一些结网型蜘蛛的蛛丝强度是很高的，尤其是蛛网的牵引丝有很多股组成，这就增加了它的韧性。蛛丝本身不具粘性，粘性是由体内的巨状腺分泌的粘液，由后仿器像小水珠一样分布在蛛网上。蛛网的粘度、强度、韧度3度合一，造就了结网型蜘蛛的超强捕食工具，完全可以网住一条蛇。来看看蜘蛛战大蛇。在它的腹部长有2对输肺孔，属于呼吸器官。有输肺证明蜘蛛曾是海里的动物，是海鲜在第一对输肺的中间有一个条状的部位，这是它的生殖口。公蛛的生殖口呈一道缝，母蛛的生殖口可以开裂，形似嘴唇，称之为外雌器，上面长有一个储精囊。不同种类的蜘蛛储精囊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，这是区分公母的一种方法。还有一种区分方法，看出枝的结构。公蛛在繁殖期间，出枝末端会特化成一个拳头的形状，称之为精拳。精拳上长有一个钩，这就相当于它的加油枪。现在所展示的是大腹圆蛛的精拳结构。不同种类的蜘蛛精拳结构都不一样。繁殖期间，公蛛会织一张网，称之为精网。精液从生殖口先排在精网上。打个比方，这个就是精拳，
它会将精液先吸进精泉的储精囊里，交配的时候将精液注入到母猪体内。交配完成后，公猪会马上逃跑，跑慢了就会被母猪吃掉。有些公猪交配时会将加油枪留在母猪体内，主要是为了怕戴绿帽子。母猪一旦受精成功，便会终身受孕。排卵的时候，母猪会先用猪丝编织一个卵袋，把卵产在卵袋里面进行孵化，这个就是卵袋。开了啊，让你们看看猪宝的诞生，来见证奇克的实际。完犊子了，这个是个死胎啊，这都长毛了。我宣布奇克失败。正常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看一下它的毒牙，注意细节，牙呀是竖着长的，说明捕鸟蛛属于原蛛虾目的品种。如果是横着长的蜘蛛，则属于新蛛虾目。当它发起攻击时，便会分泌毒液，毒液属于蛋白质性质，遇高温毒性会消失，所以做熟了是可以吃的。在毒牙的根部长有一排齿状物，主要是为了碾碎食物。剪开毒牙会发现毒腺呈囊状，毒液就存在里面。蜘蛛采用的是化湿大法的进食方式，毒液中的消化酶会将食物进行体外消化，然后吸食湿水，剩下的母蚁奶会被丢弃一旁。它的8条步足也很特别，在步足的末端长有一对爪子和非常稠密的毛虫，毛虫的结构类似于壁虎脚掌的结构，行走的时候与物体之间会产生范德华力，即便是非常光滑的物体也不会轻易掉下来。一些结网型的蜘蛛会有第3只爪和硬化的锯齿状粗毛的夹爪，可以勾住蛛丝，这样在蛛网上行走接触面小，就不会被粘住。蜘蛛的腿儿和螃蟹都有断肢再生的能力，腿部的肌肉结构与蟹腿是一样的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得找一些锋利的器具。颞王不缺镊子啊，流出的液体是它的血液，含有血蓝蛋白。先把天灵盖打开，这是个技术活呀。透明状的部位是它的肌肉，怎么样？像不像蟹肉？这些白色的部位是它的神经。蜘蛛的神经是相当发达的，中间有个发红的部位是它的胃囊，靠近头部的是咽腔，在胃囊的下方有些棕色放射状的部位是胃盲囊。再看一下腹部，这些黄色膏状的部位都是它的下划线，也就是肝脏。蜘蛛为什么几个月不吃不喝还能活着？就是因为肝脏存储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和水分。肝脏也是我们主要的食用部位，味道嘎嘎香，是可以吃的。这个白色凸起是粪蛋，它的粑粑不是很埋汰，都是一些鸟嘌呤和尿酸盐成分，吃了也无妨。这4个白点就是它的酥肺，与蝎子的结构差不多，一层一层的，很薄很脆弱。轻轻地将肝脏扒拉开，白色的管状物是它的精巢，左右各一对，非常的脆弱，一扒拉就化了。这个是它的肠腺，同样非常的脆弱。这个很细很细的管子是马氏管。心脏在背部很发达，是长条形的，尾部还有一些絮状粘性物质，这就是它的各路丝线体。大腹圆蛛的丝线体比较全面，不同的丝线体对应着不同的丝线结构。如果是孕蛛的话，会发现发达的卵巢。了解了蜘蛛的结构，关键是怎么吃怎么处理。我们来一个东南亚的做法，首先得把毒牙拔了，牙还是太坚硬太锋利，容易扎嘴，不能吃。猪腿肉我们取点，剪下来一挤，噗，肉就下来了啊。这一大盘准备刺身，烧水焯烫一下，去掉脏物。起锅烧油，油温别太热，放入大黑猪切好的涮肉和太椒圈，开炸，炸至大蒜金黄时一起捞出，撒上椒盐。咦，小味嗷一下上来了啊！太有食欲了，来吧，开灶，来品尝美食的时刻啊！哎，这个闻起来啊，味道真不错啊，不愧为东南亚的著名小吃。我跟你讲哈，蜘蛛是个好东西，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对人体是有好处的。大家可能对蜘蛛啊还心生恐惧，人生不就这样吗？就要面对各种恐惧，人是无法避免自身的恐惧的。要想克服恐惧，那就必须要直面它，一味的逃避并不是办法。你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美食家，你就不能在意它的外形，要求其味，你就把它当成一只螃蟹啊，它本身跟螃蟹也没差多少。海鲜啊，地道的小海鲜，我呀先爆个头啊，给你们打个样。去，哎呀，味道已经超出我想象了啊，嘎嘎香，很像炸过的那个远壳蟹啊，外酥里嫩，绝对有海鲜的味道。
越嚼越香。这个是里面的肉，它那个皮啊，有点像那个炸蚕蛹的那个皮儿啊，但是绝对能嚼动。大蒜和这个蜘蛛搭配啊，绝配。看看它肚囊的口感啊。跟那个虾黄和蟹黄啊差不多，但我能感觉到有一股的那个糊苞米的味道，略微的有一点点苦啊，但是可以接受啊。哎，我觉得你们应该尝试尝试啊，鼓足信心，就勇敢的吃一把，这能怎的？真好吃，真心的好吃啊！你们是不是想让我尝尝刺身的味道？来，这是刚才抠的那点猪腿肉啊，来，我就这么直接尝了啊。去，跟那个虾肉啊差不多啊，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味道，吃到嘴里面就是很清爽的啊，跟那个蝎子肉差不多啊。非常不错的刺身小吃材，怎么样？看完本期视频是不是觉得很治愈，对蜘蛛不再恐惧了吧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就到这儿啊。完了想看什么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啊。下期见，拜拜。凌空灯片头每个人都看过吧？这俩眼珠子抠下来，看看跟电影里的是一毛一样。这个螺每个人都认识吧？鸡猪螺，俗称比价螺、骆驼螺、大龟螺。生物学的中文名称叫硫平顶蜘蛛螺，拉丁学名兰比斯图勒卡塔塞巴埃，是凤凰螺科最大的螺，也是贝壳收藏爱好者的必尝之螺。我这几个也不小了吧？就这一个啊，3斤重。是我一个哥们儿费了好大的劲帮我搞到的，这么大的也实属罕见了。我准备给他抛了，帮老郭点点赞。咱们看看作为凤凰螺科最大的螺都有哪些的典型特征，完了看看都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。开整。我们先看一下贝壳的结构。蜘蛛螺属于畸形螺类，它的壳口向外延伸，使螺口扭曲的非常狭长，螺唇向上卷曲，非常的厚，与螺体腹面呈水平状，就这样趴在海底。壳口的边缘长有7到8根藻状的长棘，形似蜘蛛，故称之为蜘蛛螺。根据长棘数量和形状的不同，又分为千足螺、蝎子螺和水蛭螺。由于壳体巨大沉重，要想背着壳爬来爬去的话，那是举步维艰，所以腹足的爬行功能已经退化，换成了另一种运动功能，那就是阿基米德定律。注意看，腹足肌肉发达，粗壮有力，大脚趾盖子牢牢地长在上面，角质程度堪比牛角的硬度，完全采用的是撑杆跳的运动方式。大家不用担心贝壳会挡住它的视力。仔细看，在进水沟和管状棘之间的壳唇处有一个豁口，这个口就是凤凰螺科的独有特征，叫凤凰螺缺壳，是专门为它的右眼悄悄地伸出来进行偷窥而设计的。有人就得问，难道左眼就不能进行偷窥吗？左眼不行啊，因为右眼比左眼长了一轱辘，左眼够不着，白费劲儿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取螺肉，看看都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。生取螺肉是有方法的，用钢丝或者铁签挖个沟，伸进壳里面滑动几下，把铁壳肌划断，然后勾住腹足，来回抻动几下，再这么一薅，哎，螺头就出来了。螺锭要想取出来，那就费点劲了。上道具。不行啊，还得用我的雷神之锤呀。壳的硬度是刚刚硬啊。把尾部取出来，先看尾部，有脉管分布呈黑色的部位是它的肝脏，这个肝脏才难吃呢，不仅口感像豆腐渣，而且又腥又苦又涩，咬上一口，你的小白牙和牙花子就会变成这种损色。肝脏不能吃，肝脏的上方黄色的部位是生殖腺，在内侧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生殖管的结构，生殖腺是可以吃的，味道贼香。注意看，这块有个囊状的部位就是它的胃囊，
里面都是未消化完的食物，非常的脏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胃囊的后端连接着食道，埋藏在体内，食道同样有未消化完的食物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胃囊的前端连接着大肠，长在外套膜外的边缘，小屁屁开口于体外，这个小揪揪就是大肠里面都是粑粑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在胃囊的上方还有一块黑色的区域，很像肝脏，但并不是肝脏，这是它的消化腺，有胰腺的功能，与肝脏会相互作用，会分泌消化液。消化液存储在外套膜下方的管囊中，直通胃囊。看这一坨子都是消化液，消化腺和肝脏一样，味道不好，不能吃。来看这里，这个部位就是维心腔，看见里面有个白点没？这就是它的心脏，连接着主动脉，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心脏的上方棕色的部位是它的肾脏，里面会有尿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头部，打开外套膜，一丝一丝的部位是它的腮，呼吸和过滤海水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部位是它的蛋白腺，与蛋白腺伴生的还有粘液腺、受精囊。如果是公的，就是前列腺，这个部位是可以吃的。外套膜都是粘液，而且口感渣约约的，不能吃。大家注意，在腹足这个部位通往嘴的方向还有一个嗉囊，吃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干净。嗉囊里有刚吃进去的食物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部位就是它的嘴，嘴里面有一个齿舌，鸡猪螺就是靠齿舌上面的牙齿扫动，将啃食的藻类或有机碎屑送入体内。嘴的两侧是一对大眼珠子，触角就长在眼珠子两侧，这是它的头部。注意看，在腹足的侧方这块长了一个啷当，这个啷当就是公螺的加油腔。加油腔口感根揪，是可以吃的，母螺是没有啷当的。区分公母就这么看。最后把这个大饺子盖子掰掉，我们能吃的部位就是螺头的整个部分和生殖系统。做这种大型螺类要注意，不要整个煮着吃，要不然像脚后跟似的咬不动。最好用葱油的方法，先改刀成片儿，片的越薄越好，1毫米厚为佳。水开只要一烫焗灵就立马捞出来，别超过10秒钟。葱丝、姜丝、干辣椒圈全部放上，椰油一浇，淋入一品鲜酱油，开灶。尝尝口感啊，这个薄度应该是能嚼动。来，粉丝开灶。这个口感没毛病啊，脆铮铮的，跟揪揪的，感觉味道啊和其他的螺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就是鲜味啊还不太突出，但是口感啥的都没问题啊。咱尝尝这个，你这个嚼起来就有意思了啊，更跟揪，比螺片好逮。我这还整个整只的啊，不都说它像胶皮吗？咱试试啊。哎呦我操！这个呀适合瘦脸啊，练腮帮子没问题。也就是我这种20多岁的大小伙子，牙口好，能嚼动吧，还行，入口即化。做总结啊，吃螺的食用价值不是特别高啊，螺肉啊也没有什么特点，也没感觉好吃哪去。但是这个螺壳子可挺好啊，你当个烟灰缸啊，你当个笔架，或者你摆在哪做个小摆件都不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3连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本期视频啊，够奢侈，够硬核，看到没？这条巨物，我得来实属不易呀，从不远万里的海南打飞机来的。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啥呢？咱一会儿开个箱你就知道了。这脚死了！哎呦，完了。
挂了。哎呀妈呀！由于路途遥远呐，他还是没挺住。哎，但是没有事儿啊，我做了准备。我在那头时候已经提前拍了一段视频。哎，咱们去看一看，看看他活着的状态是啥样的。郭老板，你要的货啊，超级大啊！郭老板的货啊，19点餐。你看，这条鱼呢，我问哥们说是黑点裸胸鳝，但是我感觉还不太像啊，因为裸胸鳝的这个种类啊不太好区分，长得都太像了啊。有明白的小伙伴啊，可以帮我确定一下，你们盲猜一下它有多少斤，多长？重达20斤，长1.5米，在裸胸鳝里面，它算是一个巨物了。刚开枪的时候，我人工呼吸都给它做了，它也没挺过来啊。来，你们看看它的这个怎么样，跟我的胳膊比一下啊。老规矩啊，一会儿呢还是给它抛了啊。完了，咱今天准备来一个一鱼三吃啊，咱给对得起这条鱼啊。开整。裸胸鳝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生物，它拥有2套嘴、2对鼻子和2个小屁屁，通体呈土黄色，布满黑色点状斑纹，无鳞、背鳍、臀鳍和尾鳍长在一起。看这个特征，我觉得更像爪哇裸胸鳝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头部，你看这大本的头，咚，肉墩墩的，眼睛不大，但是很有神。这是它的鼻子，它一共有2对鼻子，这对是前鼻，长有一对管状结构的进水口，海水会通过这对进水管进入到鼻腔，鼻腔中的嗅觉细胞会获得气味，然后从第2对鼻孔流出，这2个眼就是它的第2对鼻子。来，注意看，我要重点说一下它的嘴，这个嘴长得咋这么像霸王龙呢？你们说有没有可能霸王龙是裸胸鳝进化而来的？你看这牙齿相当的锋利，大家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口腔里有很多的细菌呀。完了，又受伤了。你们千万别用手碰啊，我这手都被扎惯了，没所谓。来，注意看，所有的牙齿都是朝里侧的方向生长的，上牙膛子还长了一对大尖牙。这种结构，猎物一旦被咬，只是鱼口没跑。仔细看，它的嘴里并没有舌头，而且裸胸鳝也不会吞咽。那它是怎么把食物送进肚里呢？关键点来了，异形每个人都看过吧？异形老怪就有2套嘴，裸胸鳝同样也有第2套嘴，藏在喉咙里。我给大家拿出来啊，在2鳃之间看。同样有锋利的牙齿，当它发现猎物时，第1套主牙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噗嗤一口先将猎物咬住。这时，作为小弟的第2套牙一看，我操，老大需要帮忙啊！这时他毫不犹豫的就会从喉咙里面这溜钻出来，跑到嘴里，上去又是噗嗤一口将猎物咬住，嘚一下子就把猎物薅进肚里。这就是裸胸鳝的捕食过程。好了，往这儿看，这个部位是它的鳃，和鲨鱼一样是一种鳃裂的结构，但只有一个孔。这是它的小屁屁，一共2个，长得像菊花的部位是它的肛门，菊花后面还有一个小眼儿，这个眼儿是它的生殖口。哎，它是各行其道。重点来了，裸胸鳝每个人都爱吃，但都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。开始抛了啊！抛之前先把粘液去一去，用开水烫一下，烫10秒就行啊，时间长烫秃了皮了。然后用刀刮去粘液，欧了，从屁屁这儿下剪子。哎呦我去，这个皮这么梗吗？换把剪子。还是不行，上刀吧。哎呀，这个皮好厚啊，这可都是胶原蛋白呀。一会儿就用这个皮做个皮冻。来，这就是裸胸鳝的内部全貌，这个红色的部位就是它的肝脏。重点来了，裸胸鳝的鱼肝是有毒素的，而且越大毒性就越强，必须摘除，不能吃。绿色的部位是苦胆，不能吃。这块是它的心脏，里面都是鱼血，鱼血中同样含有毒素，所以这个心脏也不能吃。头部2侧是它的鳃，个人建议整个头部都别吃。注意看，这个桶状白色的部位是它的鱼肚，这块是鱼票。很多人吃鱼的时候，这2个部位不舍得扔，但是裸胸鳝特殊，鱼肚和鱼票表面都有很多的血管，而且久炖不烂，个人建议不能吃。最后把鱼肠摘掉，
还有一处大家容易忽略，在肛门的后方还有一对大腰子，一定要取出来，老烧性了。然后把贴骨血都处理干净，再用清水反复冲洗，一直到看不到血色为止。都处理好了开做。咱们来个一鱼三吃：水晶鱼皮冻、照烧大鱼排、干炸鱼柳。先改刀分成大块，便于冰箱保存。再取鱼中段，开背去骨，其中的一半把皮扒了，剔掉鱼躯刺，切成细条。一会儿做鱼皮冻，鱼肉也切成条，放点盐、胡椒粉，一丢丢的料酒，腌制10分钟，入点底味备用。再把剩下的一半连皮带肉改成一字花刀，一会儿做照烧鱼排。起锅烧水，将切好的鱼皮焯烫一下，去除残留的粘液。捞出后加入盐、味精、大葱、姜片调味。倒入1:2的开水，封上保鲜膜，上锅蒸至60分钟。计时一到，把大葱、姜片捞出来，自然放凉，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定型。水晶皮冻就做好了啊！看哇不哇塞！下一步做照烧鱼排，同样先焯水去粘液，起锅烧油，将葱、姜、蒜、洋葱末爆香，放入鱼排，烹入酱油、清酒，一丢丢的醋，加水，加蚝油提鲜，调味加入盐、鸡精，多一点的糖，撇去浮沫，中火焖至20分钟。计时一到，放老许老抽调色，收汁即可，这就好了啊！看 nice 不 nice？ 最后干炸鱼柳，油温升到7成热，炸之前裹上小酥肉专用粉，用天女散花的手法。炸至金黄就好了啊！看哈巴哈拉臊子，来一鱼三吃，开始试吃。试吃了啊！1、2、3，3个菜。咱们先尝一下鱼皮冻，切一下啊！哎呦，满满胶原呢，切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。来，你们看看这质地啊，晶莹剔透，满满胶原蛋白啊！小姐姐们要想皮肤好，哎，这鱼皮冻你少不了，蘸一下这小蒜酱。哎呦我去！来，粉丝先吃。太爽了！这口感绝了啊，凉晒丝的。哎，就这一盘子，你说在饭店他给卖多少钱？这比猪皮冻可强多了。再试一下干炸鱼柳，这玩意儿给蘸点小椒盐啊，一蘸。外脆里嫩，它这个肉质啊非常紧实啊，有点像那个干炸里脊，非常哏啾啊，多了一点鱼的鲜，但非常香啊 ，perfect。来，3式照烧大鱼排啊，你看看这颜色啊，瞅着就有食欲。哎呦，这个鱼皮这个胶质啊，全炖出来了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觉得这个皮比这个皮冻还好吃，试一下啊！啊，好好吃啊！这皮绝了，这皮啊，又香又糯。啊，这个皮是我吃过动物皮的一种最好吃的一种皮。再看鱼肉啊，我感觉就是吃了一个大肘子，比肘子香啊，这皮比肘子皮好吃。哎呀，哎，来个鱼肉啊，鱼肉也好吃啊，口感非常的紧实。就明显有吃肘子和吃大鸡腿的那个感觉啊，这个小汁儿啊已经入味了啊，要是有碗大米饭，嘎嘎香。做总结啊，我吃过小的啊，但这么大的我也是头一次吃。总体感觉就是这个鱼皮太赞了啊，完了鱼肉的脂肪含量也挺高啊，就是你焖出来以后非常的香，而且没有多少刺儿。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处理这种鱼的时候，鱼血必须放干净，内脏啊就不要吃了啊，千万不能吃。因为它内脏和血必定含有毒素，越大的毒素越高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呢咱就到这里啊，完了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